這張身份證真的是媽祖娘娘的身份證，火车票、登机牌也確實都是真的。網上一直流傳莆田有位神仙經常出差，坐高鐵、坐飛機的商務艙，還有餐食待遇極高。其實這些並不是謠言，而是真實存在的。那為什麼神要坐高鐵或者坐飛機呢？因為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所到之處就有媽祖。當其他地方需要更換媽祖神像或者舉辦一些巡安活動時，就要給媽祖買上一張車票，路途较遠的或者需要出國的就需要购买飞机票了。這就是為什麼媽祖娘娘要經常出差的原因。那媽祖原名叫林默，身份證中這幾位表示了媽祖的誕生日期，說明媽祖是於公元960年，也就是北宋建隆元年农曆3月23日出生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上林村，今年1063岁。在今年的農曆3月23，贤良港天后主持給媽祖娘娘辦了一個1063歲的周年活動，歲數這個是有記載了，不會出錯的。那媽祖每次外出巡安前需要向有關部門申請和備案。媽祖的實名制車票其實是使用的虛擬身份證號和特制车票。如果誰有幸與媽祖娘娘同行，大家千萬要記得心誠的去拜拜娘娘，因為媽祖娘娘可不是封建迷信，她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也是沿海地區最大最灵信徒最多的女海神。哈，大家好，我是环球医师。很多人最近都被媽祖娘娘刷了屏，那不沿海的粉絲都有一个疑問，媽祖娘娘究竟是什麼神，都做過什麼事？她是神話中的人物呢，還是歷史中的人物？對於這些問題，沿海地區的粉絲肯定是門兒清。比如說我們在網上常見到的一句話，不對媽祖撒謊是福建人最後的底線。這句話可不是一句玩笑話，所以這期視頻我就來給不沿海內陸地區的粉絲講講偉大的媽祖娘娘。媽祖是我國北宋時期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她由人而成為神，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許多無與倫比的奇蹟。後來這些奇蹟雖然被道教收錄，但是它始終介於道教與佛教的中間位置。或者說媽祖娘娘是一位獨立神靈，她的真實身份我們視頻後面會講到。那媽祖娘娘誕生於公元960年農曆3月23日，在她出生前父母已經生過5個女兒了。在沿海地區，男性是主要的勞動力，因為女性不能出海了，所以他父母十分盼望再要一個兒子，連生了5胎女孩，母親也只能去祈求神靈賜子，讓他這次一定要生個男孩出來。結果懷孕後14個月，孩子還沒有生產的跡象，這可給家裡人急壞了。同時村裡也開始謠言四起，說她懷了個妖怪，說這個孩子不吉利之類的啊。不過沒有多久，孩子終於有了分娩的跡象。那大德之人出生時必將伴有天地異象，媽祖也是一樣。在媽祖即將出生前，大多數村民都看到了天上的流星化為了一道紅光，這道紅光從西北天空一路滑向媽祖娘娘的家中。這顆流星晶瑩奪目，異彩紛呈，火光把岸邊的礁石都照射出了5色祥光。異象過後，媽祖出生了。不過讓父母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胎又是一個女嬰，而且她特別的乖巧，甚至都不會啼哭，安靜的就像夜空中的月亮一樣。直至滿月之前，她都未曾哭過一聲，所以父母便給她取名為林默，當地人則稱之為林默娘。而林默從小就勇敢聰明，通情達理，知道孝順父母，謙讓兄長，水性也極好。他8歲時就過目不忘，釋文解義樣樣精通。10歲喜靜，誦經體道。這個靜跟我們講過的道教類似，人一旦靜下來，你無法理解的神通，你認為的玄幻之事，皆可成為現實。那最神奇的是林默從小就與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應，他打小就能感知到海洋的變化，比如說風浪什麼時候會來，雨下的大不大，出海打魚的漁民出海時是否會遇到極端天氣等等。而林默感知到風浪即將來臨，就會通知附近的漁民不要出海捕魚，所以打小他還有另一個稱呼龍女。在傳說中，林默13歲時遇到了一個道家的絕世高人，號玄通真人。真人一眼就看出林默有仙骨，就傳授了他玄微秘法。通過修煉此秘法，林默便可測算感知出人間福禍，預知天下。當他到16歲時，有一次與眾姐妹出遊，在一口井中忽見一仙人手持一對銅符自井底緩緩而上，姐妹們嚇得四處奔逃，唯有林默不慌不忙跪拜仙人。仙人大喜，就把手中銅符相贈，並授予仙法。林默得此銅符之後，潛心鑽研，學得一身法術，靈通變化，未卜先知，自此神通廣大，呼風喚雨，甚至還可以神遊大海。
利用神游大海之術，他在海難中救人無數，遠近的人都很感激他，就稱呼他為神母。媽祖娘娘開始預測時很多人不相信她。比如說，她有一次算到海上會有風暴，就不准村裡的漁民出海打魚。漁民裡有一個老者，也懂一些氣候變化，他看準今天肯定是風平浪靜，就執意要帶領村民出海打魚。可是令眾人萬萬沒想到的是，晴朗的天空中忽然烏雲密布，海上頓時雷雨交加，風起雲湧。媽祖娘娘站在海邊，突然感應到鄰居家的二哥有生命危險，她趕緊找到鄰居家，好心提醒，想讓鄰居盡早備一些草藥，以應對不時之需。結果鄰居認為她是沒安好心，就因為村民這次沒相信她的占卜，他就懷恨在心，還痛斥她是個掃把星，不會說人話，隨即就給她趕出了門。被推出來的媽祖不但沒有記恨他們，還在第一時間上山採藥，用來預防二哥的傷勢嘛。傍晚時，漁民抬着擔架，火急火燎地將受重傷的二哥送回了家。家人發現老二重傷昏迷，哭得上气不接下氣，也都非常後悔沒有聽從媽祖娘娘的話，要不然也不會有此大劫。而此時，善良的媽祖娘娘從山上採完藥，就趕到了二哥家中。神奇的是，她所採集的所有草藥正好應對了二哥的病症。經過治療，二哥也恢復了健康。從此之後，媽祖娘娘就成為了漁村的天氣預報。老漁民拿不準天氣變化時，就會來找她詢問。隨着時間的流逝，媽祖娘娘通過秘術掌握了元神出窍的方法，不但能夠自由翱翔於這天地之間，還能施展一些小法術。不過，讓她後悔終生的事情也隨之而來。當天，他哥哥和父親準備出海打魚，哥哥在岸邊跟他說，這次要多打一些漁獲，回來多賣一些錢，給他買一點好吃的。可誰也沒想到，這一次則是他們兄妹天人永隔的時刻。哥哥和父親去海上捕魚後，妹妹就回家支起了捕。不料海上刮來一股邪風，邪風帶起的海浪打翻了漁船。本應安心在家織布的媽祖娘娘，突然頭上閃過一陣紅光，她立刻意識到海上出了大問題。她馬上就進入了出竅狀態，化身紅衣默娘前去救人。等她飛到的時候，不少漁民已經陷入了生死絕境。他顧不得全部漁民，只能選擇先救離他最近的父親和一個鄰居。救下他倆後，他伸出紅綢準備營救自己的哥哥。紅綢即將拉起哥哥時，母親突然喚醒了他。他的神識因為母親的干擾開始遠離船只。父親看到紅衣神女離他遠去，也逐漸崩潰。醒來的默娘也心如刀絞，眼睜睜看着哥哥死在自己的面前，卻無能為力。他非常痛心，並指責了自己的母親。此時的母親卻以為他只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噩夢。沒過多久，哥哥冰冷的屍體被抬回了家中。事後，父親描述了當時海難的全部經過。在父親的描述中，出現了一位身着紅衣的神女，救下了他和鄰居的性命。神女正準備將他兒子拉出時，突然消散在天空之中。他的離去也意味着兒子不會再有生還的幾率了。母親聽着父親的描述，也悔恨交加。不過這一切都沒有什麼補救的方法了。當然，媽祖娘娘的傳說還有很多，她不只救國人，她還救下了很多外國人。比如有一個外國的船隊在海上遭遇了雷雨天氣，因為能見度低無法正常航行。突然，船員們看見不遠處閃烁着奇異的火光，他們下意識地朝着火光前行。這團奇異的火光也挽救了數十條船員的性命。當這些船員上岸後，才得知原來村裡一戶人家的孩子為了救他們，一把大火燒毀了自己家的房子。火光成為了他們最後的救命稻草。這個放火的孩子就是媽祖娘娘。因為他當時感應到有人在海上遇難，無法分清方向，就決定用火來幫助他們逃離海難。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不止在海上，在陸地上也有。比如說，當時瘟疫橫行，死傷無數，在所有人都沒有辦法時，他們開始去媽祖廟祈求娘娘顯靈，希望娘娘可以驅散瘟疫。結果媽祖娘娘在當晚就給村民托夢，告知百姓在自己的廟宇旁可以挖出甘泉治療疾病。众百姓合力之下，真的在他的廟宇旁挖出了泉水，喝下泉水後，瘟疫立刻就被治愈了。這次顯靈也被後人稱為聖泉救疫，後人也封她為驅疫女神。那在現實中，天不遂人願的事有很多，媽祖娘娘也是一樣。宋太宗永熙4年9月初9，28歲的媽祖娘娘在湄洲灣救人時，不小心被桅杆砸中，不幸逝世。而相傳她並沒有死亡，而是回到了天上，因為有很多村民親眼見到她的靈魂升上了天空。於是村民就在湄洲島牛頭山上立廟開始供奉她。此後，航海商船每逢台風巨浪，都會看到一位紅衣少女在海浪中為其引航。
在這1000多年的時間裡，被媽祖娘娘顯靈化身為紅衣少女救下的人不在少數。比如在记載中說，莆田人洪伯通有一次航行在海上，突然遇到了飆風，帆船差一點就被掀翻了，他當時就呼救神女搭救，海申刚結束，大海就变得風平浪靜，一切都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再比如清康熙年間，莆田人林靈昌受命前往琉球國冊封使臣，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他出海前就去祭拜了媽祖娘娘，他說我代表我們的國家要去琉球冊封，希望娘娘保佑我們300餘人一切順利，順風順水。結果呢，他從福州港啟程，媽祖娘娘就開始一路護航。白天有2條不知名的大魚引路，夜晚呢又有万只海鳥指航。一路風平浪靜的到達琉球國後，林靈昌立刻上岸前往琉球国的天妃宮焚香拜謝媽祖，一路保駕護航。但是在返回的途中，林靈昌遇到了非常惡劣的極端天气，他也无力反抗自然的力量。随即他帶着船员再次祈求媽祖娘娘顯灵。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在記載中說，秦皇有2火，金光异耀，未見之前，整個船隊得以隨波歷史，輕舟已過萬重。大意是在遇難時，桅杆突然出現了紅色的火光，好像指引他們一樣，船也变得穩定起来。眨眼間，沉重的船好像变轻了，速度也变快了，一下子就離開了海難區域。這樣的記載還有很多，古代官員出使朝鮮時也遇到過海難，當時的官員也祈求了媽祖娘娘，娘娘也在海上顯化出紅衣的模樣，幫助他們躲過了危險區域。所以媽祖娘娘是真的靈。在海上的人幾乎沒有不信媽祖的，媽祖的信徒在有3億人之多。希臘神話中的波塞冬在其面前也就是個弟弟，而且媽祖娘娘是一個人撐起了這3億人的信仰，她不像宗教一樣有嚴格的系統和各種神奇，媽祖娘娘始終就一個人。那我們開始也說過，媽祖介於佛道之間。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傳說中，林默的母親想要兒子，就去廟裡求子，求的是觀音菩薩，觀音代表的是佛教。雖然最終生下了一個女孩，但這個孩子在傳說中還是與觀音佛教有關。但在他13歲時又被道教的真人授予秘法，16歲又被仙人授予仙法，所以他與道和佛都是有緣的。不過這些只是傳說，其實當代老一輩的人都知道媽祖娘娘的真實身份。媽祖娘娘的真實身份是巫祝。巫祝是上古時期最為神秘的職業，它的出現比佛道還要早很多。上古時期，巫是指與鬼神溝通者，巫可以游走於陰陽兩界，上可通天，下可入地，而祝者是指占卜、祭祀、預測吉凶禍福之人。所以媽祖娘娘是可以溝通鬼神、占卜吉凶禍福的神女，她最早的身份也是這個神秘的巫祝。那在現實中，根據記載，自宋元明清4個朝代700多年間，曾有20多位皇帝對媽祖進行了多達36次的褒封，一路給媽祖娘娘升到了天後級別。這種力度在中國5000年的歷史中也屬於相當罕見了。同時，媽祖娘娘也創下了5個中國之最：一、媽祖娘娘的尊稱是最多的；二、皇帝授予媽祖的封號也是最多的；三、供奉媽祖的廟宇也是最多的；四、媽祖娘娘的信眾也是最多的；五、媽祖娘娘的慶典在歷史上是最為盛大的。而且2009年时，媽祖娘娘信书活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中。媽祖娘娘也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個人物信俗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目前而言，全世界供奉媽祖的廟宇大概有5000餘座，名字也各不相同，比如說叫天妃宮、天後宮、朝天宮等等。那講到這裡，肯定有人會說，我在國外也拜不了啊，外國人也不信這個呀。有這個想法的，你就大錯特錯了。媽祖娘娘即使你在國外也一定找得到她。美國紐約、洛杉磯、華盛頓等多地，以及加拿大多倫多、巴西聖保羅、阿根廷、澳大利亞、沙特、南非、日本、巴黎，甚至是朝鮮，都有媽祖娘娘的廟宇。即使在國外，你也一定找得到。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媽祖。那視頻的最後，大家如果有幸與媽祖娘娘同行，真的一定要拜拜，她是真的靈。而且很多粉絲說過啊，我不信佛，我不信教，我也不信道，我更不想加入什麼宗教啊，參加各種繁瑣的集會。但是沒有信仰，我又覺得很無聊。有的時候想拜拜神，都不知道該拜誰。那這把你不用糾結了，以後拜媽祖就可以了。雖然它曾經是中國沿海民眾的重要信仰，但是現在它已經變成了全世界的重要信仰。好，今天故事就到這裡了。那很多不沿海的區域可能對媽祖的了解少之又少。
很多地区因為信奉薩滿甚至都不知道媽祖娘娘的存在。希望這條視頻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偉大的媽祖娘娘。我是環球醫師，我的頻道是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謎的，有興趣的小伙伴記得訂閱一下，我們下期見。大家好，我是環球醫師。上期我們講的地球編年史裡面提到了猶太人和巴別塔，這期我們接着講阿努納奇與埃及和瑪雅文明。之前說到金字塔之戰馬杜克就被放逐了。金字塔的建造者寧吉，他也就是古埃及神話中的托特，媒體喜歡把它翻譯成透特或者托斯。这个托特他的形象手操双蛇，他也是我們中國傳說中的倉頡，是傳授古埃及文字的人。最早的古埃及聖書體就是這個透特改造了蘇美爾文字得來的。壁畫上的古埃及神透特和馬杜克兩兄弟在埃及南北各自扶持了人類勢力，他們相互對峙多次險些爆發戰爭。恩基就看不下去了，跟透特說：“你要不去北美洲建立個基地吧，輔助恩利爾家族在非洲的採礦基地。”公元前3113年，托特就聽了恩基的話，帶領一批黑人工匠到達了中美洲，並在墨西哥灣登陸。這一天也是瑪雅人美洲歷史的開始。瑪雅曆把這一天定為第一日，也就是羽蛇神的到來。托特是阿努納奇的工程師，在中美洲被稱為羽蛇神。為什麼說羽蛇神是阿努納奇呢？大家看一下這幅圖這個出土的文物中，別的你可以不認識，但是你們要注意，他們手裡也提着工具箱，並且戴着手錶，和蘇美爾壁畫上面那些阿努納奇的神一樣，戴着手錶，提着工具箱。這個箱裡裝的是什麼我也不清楚，因為我們的宇航員現在探索宇宙時也帶着個這樣的箱子。他到達中美洲之後呢，就出現了奧爾梅克文明。奧爾梅克文明有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這個文明被稱為印第安文明之母，也就是阿努納奇創造的。後來呢，就是托爾克特人還有阿茲特克人。文明的程度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完全是在退化，他們繼承不了曾經超神的傳承。到了阿茲特克人的時代竟然回到了石器時代。阿茲特克人是北方的蠻族，他們沒有建立城市，只是鳩佔鵲巢，佔領了空無一人的瑪雅城市。而奧爾梅克人在墨西哥南部建立了一座被稱為眾神之地的城市，也就是著名的眾神造人之地特奧蒂瓦坎。經過最新的研究發現特奧蒂瓦坎的古城金字塔下面有許多暗道，暗道上鋪滿了導電用的雲母，而且還有水溝。這個水溝建造的非常巧妙，它可以把地下的水抽入暗道之中。西秦先生認為這個古城除了是托特的居住地之外，另一個功能就是用電解法精煉黃金。這個方法現在還在使用。煉金的主流方法有3種：火法、濕法和電解法。而瑪雅時代的庫庫爾坎金字塔繼承了奧爾梅克文明的風格，而帕倫克石棺上雕刻的壁畫描述了瑪雅國王帕卡爾駕駛了一種物體升天的情景，那個像飛行器一樣的東西，我們在瑪雅文明的作品裡也講過，就不敘述了。那我們再講一下瑪雅的長紀歷。其實瑪雅的長紀歷裡根本沒有世界末日這一說，他們的長紀歷始於公元前3113年，也就是羽神蛇登陸中美洲的那一天。瑪雅人對年月日的概念和現在不同，他們以5200年為一個太陽紀元。為了方便表達我們就用字母簡化一下，這樣大家都能看懂每個單位都是前一個單位的20倍，因此隨着日期的不斷增加，總有一天會超出白克頓的範圍。白克頓就是瑪雅的一個曆法，一個白克頓144000天，但是瑪雅紀年碑從來沒有超過13個白克頓的周期，而這個計算周期已經長於瑪雅文明存在的時期。就是說日曆還在繼續但是瑪雅人已經消失了。這樣看來13個白克頓就預示着什麼？也可以說13個白克頓可能就是世界末日或者神回來的日子。13在瑪雅文明中很神聖，而在長紀歷中第13個白克頓周期，它的結束日正好是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的說法也由此而來，但是因為它沒來，有些人就覺得計算白克頓的周期可能有些誤差。要不然2012年一定會有點什麼，可能是羽蛇神要回到地球上，也就是說阿努納奇的托特要回來了，並且瑪雅的聖書波波爾舞也沒說世界末日。好，今天就講到這兒了明天我們繼續講吉爾加美什和諸神的戰爭。